一段感情要卑微到什麼地步，才需要靠逼迫換來對方的陪伴。很多人看過包貝爾和包文婧的婚姻故事，不少人刻板印象里觉得他们是彼此契合、双向奔赴走到一起的伴侶。可梳理過往的種种細節，就會發現這段關係的維繫很大程度上是女方拼盡全力，一點點死死攥在手裡的。最開始確立戀愛關係並不是兩情相悅水到渠成。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拿你的煙燙我自己。說你有病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就把我烟搶過來燙了自己。我說你瘋了吧？我說你幹什麼？你有病吧？然后他说我再問你一遍，咱倆在一起，我就給攔住了。我說在。當初是靠着傷害自己的極端方式，迫使對方妥協，兩個人才正式開啟戀愛。很多人看到這裡會產生錯覺，覺得既然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往後的日子總能得到對等的偏愛。可現實並沒有朝着這個方向發展。確定戀人關係之後，包文婧做過一件令不少外人難以理解的事兒，整整3年，男友發給她的每一條信息，她都會親手抄寫下來，一頁頁留存，把這些手寫文字當成這份感情實實在在的憑證。3年之前，3年他所有給我傳的短信我都寫下來。戀愛一談就是漫長的10年，這麼久的時間裡，始終沒有等到男方的求婚。換成大部分普通人，面對遲遲沒有結果的感情，多半會冷靜下來重新考量，思考這段關係到底值不值得繼續消耗自己。但包文婧沒有選擇抽身離開，反而成為了主動推進婚姻的那一方。在這10年的戀愛週期當中，她每年都會主動向對方求婚，1年2到3次，一遍又一遍，滿心盼望着能夠擁有屬於2個人的婚姻。經過長年累月的主動爭取，2個人終於舉辦婚禮，踏入婚姻。可婚禮現場的發言沒有普通新人之間溫柔的期許，更像是裹挾着執念的硬性要求。但是你必須和我在一起，不然我就殺了你。很多人會覺得跨過婚禮這道坎兒，懸在心裡的那顆石頭總該落地了，安穩的生活就此開啟。但婚後的現實又一次打破這份美好的預想。結婚這件事並沒有消解掉他內心深處的不安，婚後的他依舊活在濃烈的焦慮之中，心裡總隱隱擔心會出現別的人把自己的伴侶搶走。只要耳邊傳來一點捕風捉影的坊間傳聞，他的情緒就很容易被牽動，甚至發生過這樣的事情。聽聞一些留言，他直接去到片場，當面和合作的女藝人提出質問。一走歘，旁邊一堆女孩就把我圍上來了，然後就開始審我。我聽說你拍攝期間跟我老公挺曖昧的，在片場。看到這一幕，大部分網友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判他性格敏感，習慣無端猜忌。但如果完整看完整件事的來龍去脈，就會明白，這些在外人眼裡顯得過激的行為，根源來自於長久以來始終沒能被填滿的安全感。他拼盡所有力氣想要留住身邊這個人，極度渴望得到愛人的在意與偏愛，把自己全部的情緒寄託完完全全壓在了另一半的身上，所有喜怒哀樂都由對方的態度來決定。可有一個很重要的道理，他遲遲沒有想通透。在親密關係當中，一味向外渴求安全感，把整個人的情緒命運全部捆綁在另一個人身上，這段關係從根源上就埋下了隱患。我們當然可以毫無保留地投入去愛一個人，但無論多愛，都不該弄丟原本的自己。靠拼命挽留、費力糾纏換來的陪伴，往往很難收穫真正平等的對待。安全感從來不是另一半源源不斷施捨出來的，而是要向內找尋。只有先學會看見自己、善待自己，擁有屬於自己的精神內核，才有底氣去經營一段健康穩定的親密關係。愛情不是一場單方面的苦苦追逐，好的感情從來不需要一個人拼盡全力，死死抓住另一個人。關注萊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面。